你聽說過魅魔體嗎？魅魔是靠吸男人精氣而活，而我和我妹妹就是魅魔體。為了活命，我找到個精气足的霸总續命，没想到被親妹妹捷足先登，蠢妹妹重活一次，竟然要搶這個垃圾。这麼喜歡吃垃圾，那給他吧，我吃更好的。我如往常一般推開門進入客廳，樓上是隱約的肉體碰撞的聲音。我愣在玄關處，猛地推開臥室門，一股濃烈的石楠花味兒直衝天靈蓋。果然，滿地都是亂丟的衣服，床上一片狼藉。我的親妹妹林瑤穿着睡衣，腿上是撕破的漁網襪，她纏在顧明遠身上。看見我進來，她非但沒躲，反而像沒骨頭一樣掛在男人脖子上，挑釁地衝我笑。她走下床到我面前，低聲道：上輩子你霸占明遠，害我餓死街頭，這輩子這個男人歸我，你就等着被餓死吧。我腦海裡瞬間閃過無數片段，她懇求我，她面黃肌瘦，她怨毒的眼神。我們姐妹倆是魅魔體質，成年以後專吃男人的精氣續命。上輩子我綁定了顧家大少爺顧明遠，結果这貨看着人模狗樣，其實是個外強中干的快槍手。後期因為濫情，精氣稀薄的可憐，最後生生把我給餓死了。林瑤這個蠢貨，還以為自己搶到了什麼寶貝。我強忍着惡心轉身就走。這麼愛，那給你了。我沒有管顧明遠驚詫的臉色和妹妹陰鬱的表情，我能感覺體內的精氣已經枯竭，離死也就剩1個月。我沒空跟這對渣男賤女浪費時間，我要去找真正的保命神藥。憑着上輩子的記憶，我攔了輛車直奔顧家老宅。我要找的人是顧明遠的小叔顧辰淵。外界都說顧三爺3年前出了車禍，成了植物人，但我知道他是一塊未被開採的頂級璞玉，那身磅礴純粹的純陽之氣，離着800米我都能聞到味兒。我避開傭人，溜進了那間恆溫病房。病床上，男人安安靜靜地躺着，雖然昏迷了3年，但他並沒有我想象中的枯瘦。我沒忍住，伸手掀開了他的被子，這一看，我嚥了口唾沫，這也太極品了。男人五官冷峻，衣服扣子扣到最上面，透着股禁欲的冷感。最要命的是那身板，寬肩窄腰，充滿了爆發力，這哪裡像個病人，簡直就是行走的荷爾蒙。救命稻草就在眼前，我也顧不上什麼矜持了。我反鎖了房門，脫掉鞋子，顫巍巍地爬上了床。我跨坐在他腰側，手指順着他緊實的腹肌線條一路向上，最後停在他微涼的薄唇上。三爺，你得對我負責。我也不管他有沒有同意，俯下身對着那張唇狠狠吻了下去。其實魅魔還可以將自己的魔氣渡過去，幾乎可以幫助人喚醒神智，可以把人從昏迷中拉回來，但這需要耗費自己的雙倍精气。我幾乎是用自己的命去賭他能不能醒來。我气喘吁吁地鬆開他，渾身虛脫，直接癱坐在他身上。我剛想喘口氣，房的大門突然被人猛地推開。顧家的老管家站在門口，看見衣衫不整的我，還有床上被掀開被子的三爺，嚇得臉都綠了，手指顫抖地指着我：你竟敢對三爺做這種事！完蛋，被抓包！我擦了擦嘴角的精液，面對管家那像要吃人的眼神，我心跳漏了一拍，但面上穩如老狗。我知道這時候只要露一點怯，我就得被掃地出門，然後在街頭活活餓死。我理了理凌亂的衣領，直視着他的眼睛，語氣誠懇的連我自己都快信了。我受過顧三爺的恩惠，當年若不是他出手相助，我早已無家可歸。如今得知他昏迷，我特意帶來祖傳的特殊復甦方法，能讓他醒過來。管家顯然被我這理直氣壯的態度給鎮住了，狐疑的打量了我好幾眼，最終還是不敢拿主意，領着我去見了顧家如今的掌權人顧老爺子顧振鴻。顧老爺子長嘆了一口氣：死馬當活馬醫吧，給你1個月，要是沉淵沒起色，你就自己滾蛋。拿到尚方寶劍，我算是暫時在顧家扎了根。走到客廳，我看見林妮，她嗤笑：姐姐，聽說你去顧家伺候那個植物人小叔了，真是走投無路瘋了吧？林明的聲音透着股小人得志的尖酸。顧辰淵就是塊死肉，除了有點臭钱還有什麼？你再折騰也没用，等着餓死吧。他篤定我必死無疑，畢竟在他眼裡顧明遠才是那個香饽饽，可他不知道他懷裡那個才是真正的催命符，而我守着的這塊死肉是還沒甦醒的頂級神藥，管好你自己吧。我冷冷回了一句。夜深人靜，我再次摸進了顧辰淵的房間，門反鎖上的那一刻，我鬆了口氣，看着病床上躺着的男人，我又忍不住咽了口水。不得不說，這副身子骨實在是太頂了。我又一次掀開了被子，雖然是植物人，但顧家把他照顧得極好，皮膚冷白，
肌肉線條流暢的像藝術品，尤其是那緊實的腹肌，整整齊齊8塊，隨着呼吸微微起伏。三爺又要得罪了。我脫鞋上床，動作比白天更熟練。我跨坐在他腰側，手指順着他的人魚線慢慢往上爬，指尖下的觸感滾燙又結實。我俯下身，髮絲垂落在他頸窩，沒有任何猶豫，我低頭含住了那2片薄唇，肚臍開始。這一次我不再保留，我強行調動體內那點可憐的本源氣息，順着香貼的唇舌一點點渡進他的身體。這過程就像是在抽我的筋，疼得我冷汗直流，但我不敢停。我忍不住悶哼一聲，手指下意識地死死抓緊了他病號服的衣領，整個人都軟在他身上。隨着他的呼吸起伏，不知過了多久，我渾身癱軟，像只離水的魚，氣喘吁吁地趴在他的胸口緩神，汗水打濕了鬢角。我撐着床頭想要坐起來，就在我轉身的一瞬間，餘光無意間掃過牆角的櫃底。那一秒，我渾身的血液瞬間涼透了。在那個不起眼的陰影裡，一個小小的紅點正在幽暗中規律地閃爍着，那是監控探頭，它一直開着。那一晚，我幾乎是睜着眼挨過去的。可奇怪的是，直到天光大亮，並沒有人衝進來興師問罪。我強撐着身體，打濕了毛巾，坐在床邊給顧晨淵擦手。這男人的手長得真好看，骨節分明，修長有力。我刚把他的手指一根根擦乾淨，病房門就被人很不客气地推開了。一股濃烈的香水味混合着那種讓我作嘔的渾濁氣息。他挽着顧明遠，像2隻鬥勝的公雞一樣走了進來。他穿着最新款的高定連衣裙，滿臉紅光，顯然是吸足了顧明遠的精氣。而我穿着簡單的護理白大褂，披頭散髮，臉色慘白。林明走到我面前，居高臨下地打量着我，眼底的鄙夷都快溢出来了。姐姐，你看看你這窮酸樣，守着個植物人當寶貝，這日子你也過得下去？我低着頭沒說話，繼續給顧晨淵擦拭手背。顧明遠也走了過來，他一身西裝革履，他嫌棄地掃了一眼床上的顧晨淵，又看了看我，語氣裡帶着施捨般的輕蔑。林平，別在這浪費時間了，小叔傷的是腦子，醒不來的。我勸你早點另覓佳人。他的目光粘在我修長的脖頸上，在我身上亂掃。林明笑：姐姐，你要是實在寂寞，需要我給你介紹幾個身強力壯的保鏢嗎？這對狗男女一唱一和，話裡話外都在羞辱我不守婦道，飢不擇食。我故意縮了縮肩膀，我必須留下來喚醒顧晨淵，裝出一副委屈懦弱的樣子，低着頭一聲不吭。林明這個蠢貨根本不知道什麼叫真正的寶貝，他以為顧明遠是豪門金龜婿，卻不知道這男人金玉其外敗絮其中，那點精氣早就被掏空了，現在不過是回光返照。見我像個受氣包一樣不反抗，林明更是得意忘形。我放下毛巾，轉身往茶水間走。林明迅速掀開顧晨淵的枕頭一角，將一個黑色的微型錄音筆塞了進去，然後若無其事地退開，臉上掛着算計得逞的陰笑。我回來鎖好門，轉身看着床上的顧晨淵，正準備繼續昨晚沒完成的大事，給他肚臍。我俯下身，手順勢伸進枕頭底下，想幫他調整個姿勢，指尖卻突然觸到了一塊硬邦邦、涼颼颼的東西。拿出來一看，果然是一支黑色的微型錄音筆，還在閃着紅光。我不由得冷笑，林明這點上不得台面的手段，真是讓人發笑。他大概是想錄點我和野男人鬼混的聲音，好把我趕出去。我沒有任何猶豫，熟練地摳出裡面的存儲芯片，直接2根手指用力一捏，芯片碎成了渣，隨手丟進馬桶沖走。然後我把那個被掏空的錄音筆殼子原封不動地塞回了枕頭下。既然他想聽，那就讓他聽個寂寞好了。我手機震動一下，看見林明給我發了個朋友圈截圖，9宮格的奢侈品照片，配着他和顧明遠的烛光晚餐，碩大的鑽戒閃得人眼瞎。文案寫着被愛包圍的幸福，這就是對的人。我看着屏幕冷笑，現在的幸福那是拿命換的回光返照罷了。我放下手機，躺到顧晨淵身邊，像是八爪魚一樣抱住他，撇嘴：“你可要快點醒，到底是誰吸誰啊？我都要被你吸乾了。”半夜，林明左等右等，直到凌晨2點，顧明遠才帶着一身濃重的酒氣和混雜着廉價香水的味道回了家。林明像條狗一樣湊上去，原本是想吸2口精氣補補身子，結果一靠近，心都要涼了。顧明遠身上的氣息，僅僅一頓飯的功夫，竟然吸補了將近20%。那種原本能滋養他的精氣，現在淡得幾乎聞不到。可他根本不敢多想，也不願承認自己千辛萬苦搶來的男人是個廢柴，更不願相信自己看走了眼。他只能自我洗腦，覺得是顧明遠陪客戶太累了，
損耗了精神。轉念一想，他把這股邪火全怪在了我頭上，他覺得肯定是我這個掃把星帶來的晦氣，隔空刻到了他的寶貝男人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天才剛亮，我正趴在床邊迷迷糊糊的打盹兒，房門就被砰的一聲踹開了。我還沒來得及反應，凌明像個瘋婆子一樣衝進來，滿臉戾氣，二話不說一把揪住了我的頭髮，狠狠往後一扯，頭皮瞬間傳來劇痛，我被迫仰起頭，感覺頭皮都要被扯下來了。肯定是你這個造门星搞的鬼，明远的狀態就變差了。今天我非要好好教訓他。一邊罵一邊揚起手就要往我臉上招呼，我痛得悶哼一聲，眼淚在眼眶裡打轉，整個人狼狽地撞在床沿上，震得病床都晃了一下。我們都沒有注意到顧晨淵垂在身側的那只手，手指抽動了一下，隨即死死攥緊了床單，指節因為用力過度而泛白，他的睫毛剧烈顫抖，胸膛起伏，头皮像是要被撕裂一樣的疼，但我反而笑出了聲，眼神轻蔑地盯着氣急敗壞的凌明。一個魅魔連男人都夠不住，還要跑來拿我撒氣。你要是真覺得自己魅力不夠，怎麼不拿你的本源去誘惑他？還是說你那點本事早就被榨乾了？凌明被我這話噎得一愣，臉色青一陣白一陣，顯然是被我戳到了痛處。而被我們忽略的那個躺在床上人事不知的顧晨淵，呼吸竟然詭異地停滯了1秒，然後才慢慢恢復平緩。凌明反應過來，惱羞成怒地抬起手給我一巴掌，又一巴掌时手腕卻被人一把攥住。聞訊趕來的老管家黑着臉站在門口，身後跟着2個彪形大漢。林小姐，請自重，這裡是顧家三爺的靜養之地，不是你撒潑的地方。凌明被管家強行請了出去，臨走前那怨毒的眼神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剝。房門關上，世界終於清靜了。我狼狽地癱坐在地上，摸了摸臉頰，火辣辣的疼，頭髮也被揪掉了好幾縷，但我顧不上這些皮肉傷。真正讓我絕望的是，那種生命流逝的空虛感越來越重，距離我的死期只剩不到1周了。這幾天我不僅要應付凌明的騷擾，還要不斷消耗自己的精氣去溫養顧晨淵。可床上的男人依舊像尊沉睡的玉雕，沒有任何蘇醒的跡象。夜深人靜，我強撐着身子爬起來，熟練地拿了一塊黑布，把牆角的監控探頭遮得嚴嚴實實。做完這一切，我走到床邊，看着顧晨淵那張帥得人神共憤的臉，還有那即使躺了3年依然緊實誘人的胸肌，心裡的委屈突然就爆發了。我翻身跨坐在他身上，我沒急着肚氣，雙手撐在他身體2側，居高臨下地看着他，甚至惡作劇般的在他那8塊腹肌上狠狠掐了一把。我咬着牙，手指戳着他的胸口，聲音都在發抖。我的命都搭在你身上了，为了救你，我都要被吸干了。而你醒了，你要是敢把精气给別的女人，我就把你廢了。放完狠話，我俯下身，帶着一股孤注一擲的決絕，吻上了他的唇。鬥氣開始，這恐怕是我最後的一點存貨了。我閉着眼，不顧一切地將氣息渡入他口中，那種靈魂被抽離的眩暈感讓我幾乎坐不穩。忽然，我猛地睜開了眼，我下意識地往下看了一眼，又不可置信地看向他的臉。男人依舊緊閉着雙眼，面色冷峻禁欲。我忍不住嘟囔了一句：“你都這樣了，還有反應嗎？”我呼吸瞬間變得急促起來。其實還有一種渡氣更有效的方法。我一咬牙伸手，把床頭的燈關了。黑暗中，我輕聲在他耳邊：“不愧是精氣足的，本錢不錯。”這時候的我，連動一根手指頭的力氣都沒了。我身上只鬆鬆垮垮地套着白大褂，整個人像個破碎的布娃娃一樣睡在顧晨淵旁邊，意識開始模糊。距離我的死期只剩最後2天，我強撐着眼皮，側過頭看了一眼身邊的男人。昨晚那一仗實在太激烈，他的病號符被我拽開，冷白的胸膛上全是暧昧的紅痕，還有我抓出來的指甲印。這要是讓人看見，跳進黃河也洗不清。我咬着牙，用盡最後一絲力氣，顫顫巍巍地伸出手，想把他敞開的衣領拉好，擋住那些瘋狂的證據。就在我剛給他繫好扣子，病房的大门被人砰的一聲狠狠踹開了。凌明穿着一身鑲滿碎鑽的華麗禮服，挽着顧明遠走了進來。他手上那枚碩大的鑽戒在燈光下閃得刺眼，臉上的妝容精緻的甚至有些刻意。看見我這副半死不活的樣子，他笑得花枝亂顫。林平，告訴你個好消息，我和明遠訂婚了，2個月後就結婚。他故意舉起手，把那枚鑽戒對到我眼前晃了晃。到時候我就是顧家明媒正娶的少奶奶，風光無限，而你只能守着這個活死人，在這個充滿消毒水味的房間裡慢慢等着餓死。顧明遠也跟在他旁邊，意氣風發，看着我衣衫不整的樣子，眼神裡閃
閃過一絲貪婪。小姑子，我劝你早日回頭，別在一棵樹上吊死。我根本没力气理会他們的狂吠，只想把身體縮進被子裡。可林明是個屬狗的，他突然停住了嘲諷，鼻子在空氣中使勁嗅了嗅。房間裡那股淡淡的石楠花味，对於我們這種魅魔來說太敏感了。林明的臉色瞬間變了，隨即露出一抹抓到了把柄的狂喜笑容。他大步衝上來，眼神像淬了毒。不知廉恥的東西，居然還敢在顧家的地盤上偷男人！我今天就把你拖出去，讓所有人看看你這副賤樣！說完，他二話不說，一把揪住我的衣領，指甲掐進我的肉裡，猛地用力一拽。我現在虛弱的路都走不成，哪裡經得起他這麼折騰？整個人直接被他從床上拖了下來，重重地摔在冰冷堅硬的地板上，膝蓋磕得生疼，眼前瞬間發黑。我本能地攏緊了身上凌亂的襯衫，不想讓自己走光。林明卻不依不饒，彎腰死死抓住我的胳膊，像拖死狗一樣往门口拽。走，跟我去见老爺子，我看你這次怎麼死！我絕望地閉上眼，手指在光滑的地板上劃出刺耳的摩擦聲。就在這一刻，忽然旁邊的心率檢測儀的數據開始飆升。顧晨淵放在身側的手猛地抱起青筋，死死攥住了身下的床單，指節因為過度用力而泛出駭人的慘白。他那濃密的睫毛劇烈顫動了2下，緊接着那雙緊閉了整整3年的眼眸。林明發出殺豬般的慘叫，我費力地睜開眼，看見了讓我心臟狂跳的一幕。顧晨淵坐了起來，那雙緊閉了3年的眸子此刻睜開了漆黑如墨，眼底是一片讓人膽寒的冰冷。他看都沒看這兩人一眼，手臂猛地發力，像扔垃圾一樣直接把林明甩飛了出去。林明砰的一聲撞在牆上，疼得直哼哼，下一秒身體騰空。顧晨淵一把將虛弱不堪的我從地上撈了起來，緊緊抱在懷裡。他低頭看着我，聲音因為太久沒說話而顯得沙啞，卻沉穩的讓人想哭。別怕，我在。就在這時，門外傳來急促的腳步聲，顧老爺子和老管家聞聲衝了進來，看見正坐在床上的顧晨淵，老爺子手裡的拐杖都掉了，激動的渾身發抖。還趴在地上的林明見狀，不甘心地爬起來，指着我大吼，企圖做最後的掙扎。醒了正好，三爺，林平在你跟前偷男人，你不知道嗎？這屋裡全是那種味道，髒死了！這種蕩婦必須趕出去。空氣死一般的寂靜，顧晨淵連眼皮都沒抬，一邊幫我攏好凌亂的領口，一邊冷冷地開口：他和誰偷，怎麼偷，我一清二楚，用你說。這句話一出，在場的人全是人精，瞬間聽懂了。哪有什麼野男人，這屋裡的味道分明就是他和我的傑作。林明瞬間像被掐住了脖子的雞，臉漲成了豬肝色。顧晨淵眼神驟冷，語氣裡帶上了殺意：你屢次針對我太太，不知死活，出去！幾個保鏢立刻衝進來，架起林明就往外拖。顧明遠這時候才反應過來，那個壓在他頭上的帝王般的男人蘇醒了。他看見顧晨淵剛蘇醒，立刻道：小叔，你剛醒，腦子不清醒，來人，把小叔帶去檢查。顧晨淵連正眼都懶得給他，他沒廢話，微微抬了抬下巴，對着門口早已候命的管家淡聲吩咐：管家，家法伺候。短短6個字，輕飄飄的，卻像驚雷一樣，把顧明遠嚇得魂飛魄散。他眼珠子瞪得溜圓，剛才那股囂張勁瞬間沒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刻在骨子裡的恐懼。那一刻，他終於清醒地意識到，那個讓他從小怕到大的三叔，那個顧家說1不2的活阎王，真的回來，哪怕躺了3年，這頭獅子也沒變貓，甚至更狠了。三叔，我……顧明遠哆嗦着，雙腿一軟，竟然連身邊的林明都顧不上了。在顧家的家法面前，什麼真愛，什麼未婚妻，全是狗屁。他哪裡還敢護着那個女人？直接一把甩開林明，死死抓着他袖子的手，一邊往後退，一邊語無倫次的道歉：我錯了，小叔你別生氣，是我不懂事，這就滾，這就滾！說完，這慫包頭都不回，把剛刚還在這兒耀武揚威的林明像垃圾一樣丟在原地，自己像條喪家犬一樣奪門而逃，生怕晚一秒就被打斷腿。林明被推得一個趔趄，難以置信地看着那個絕情的背影，整個人都傻了。我靠在顧晨淵懷裡，看着這一幕，心裡只覺得解氣又好笑。這就是林明費盡心機，甚至不惜害死我都要搶走的男人，真他媽是個笑話。但我實在撐不住了，那股一直強撐着的這口氣一鬆，排山倒海的虛弱感瞬間吞沒了我。眼前的畫面開始扭曲，那股熟悉的要命的飢餓感從骨髓裡鑽出來，瘋狂啃噬着我的神經。我的陽氣已經徹底見底，連維持呼吸都覺得像在拉風箱。好餓，真的好餓，我要餓死了。顧晨淵，我只來得及呢喃出他的名字，手無力地從他滾燙的胸膛上滑落，眼前一黑，徹底失去了意識。
徹底失去意識的前一秒，我感覺身體一輕，整個人被大橫抱了起來。顧晨淵的胸膛滾燙，那是讓我瘋狂渴望的源泉。恍惚間，我感覺到他把我放在了柔軟的大床上，動作虽然急切，卻帶着小心翼翼的溫柔。他轉身就要走，那沉穩的腳步聲此時聽在我耳朵裡，就像是食物要逃跑的信號。別走，完全是出於魅魔求生的本能。我依靠本能，猛地伸出手，死死拉住了他的衣角。顧晨淵身形一頓，回過頭看我，眼底滿是焦急和擔憂。醫生救不了魅魔，能救我的藥只有他。我順勢撲過去，雙手緊緊抱住了他勁瘦的腰身，臉頰貼在他緊實的小腹上，那股濃郁純粹的陽氣就在那一層薄薄的布料之下，纏得我發瘋。我的手不受控制地順着他的腰線往下，哆哆嗦嗦地去解他西裝褲的皮带扣，一只大手按住了我不規矩的手。顧晨淵渾身僵硬，呼吸瞬間亂了節奏。他強忍着身體的躁動，用另一只手托起我的下頜，強迫我抬起頭看他。他喉结剧烈滾動了一下，聲音沙啞的不像話。乖，看醫生好嗎？你現在情況不對。医生只會延誤我的病情，我要的是你的精气。我急切地搖頭，想要表達抗拒，卻因為頭暈目眩，腦袋一沉，直接狠狠撞在了他身上。硬，真硬！這一撞把他撞得悶哼一聲。他垂眸看我，逼笑。乖寶，你差點損失你的未來幸福，你想好了嗎？我抓過他那只骨節分明的手，送到了嘴邊。我張開嘴，含住了他的食指，舌尖輕輕掃過指腹，然後不管不顧地輕咬了一口。做完這一切，我抬起眼皮，用那雙因為極度飢餓而泛着水光的眼睛，無辜又渴望地看着他。那一刻，我清楚地看見顧晨淵眼底最後那一絲理智名為防線的線崩斷了。林平，你真是個魔鬼！他咬牙切齒地擠出這句話，聲音裡帶着認命的狠勁。下一秒，天旋地轉，他猛地反客為主，將我死死按在床上，啪啪啪一串響，扣子一顆顆崩壞，毫不留情地甩到一旁，恰好擋住了所有的視線。隨着衣物落地的窸窣聲，屬於他的氣息鋪天蓋地壓了下來。那一晚，病房門縫裡透出的燈光整整亮了數個小時，直到天際泛白，也沒有熄滅的意思。等我再睜眼的時候，日頭已經曬屁股了。那一晚瘋狂的補給，效果簡直立竿見影。我感覺身體裡那種被掏空的虛弱感徹底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充盈的暖流，甚至連指尖都透着一股懶洋洋的勁兒。我側過頭，正好看到顧晨淵站在床邊穿衣服，他背對着我，那寬闊緊實的脊背上縱橫交錯，全是紅紅的抓痕，有的地方甚至滲着血絲。看着這些我的傑作，我忍不住老臉一紅。昨晚我是把他當自助餐啃了嗎？下手這麼狠。他慢條斯理地扣上扣子，但这男人身材實在太低，那件剪裁得體的黑色襯衫穿在他身上，被胸肌撐得鼓鼓囊囊的。隨着他的動作，布料緊繃，勾勒出那種讓人血脈噴張的線條，似乎察覺到了我的視線。他轉過身，見我醒了，原本冷硬的眉眼瞬間柔和了下來。醒了。他立刻放下手裡的領帶，大步走過來，倒了一杯溫水遞到我嘴邊，語氣裡帶着一絲不易察覺的緊張。有沒有哪裡不舒服？昨晚是我失控了。我就着他的手喝了2口水，感覺嗓子終於不冒煙。看着鏡子裡那個面色紅潤、容光煥發的自己，我心情大好，衝他眨了眨眼，笑得像只偷腥成功的貓。沒有不舒服，吃得很飽。這話一出，空氣瞬間變得粘稠起來。顧晨淵顯然聽懂了我的言外之意，拿着水杯的手微微一動，那張一向冷峻禁欲的臉上雖然還繃着，他輕輕偏頭，我眼尖地發現他的耳尖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紅透了。他無奈地看着我，喉結滾動了一下，似乎想說什麼騷話又說不出口，最後只能生硬地轉移話題。餓不餓？想吃什麼？我讓廚房去做。我剛想說我想吃你，但他放在床頭櫃上的手機突然震動起来。在這個安靜的早晨，那嗡嗡聲顯得格外突兀。顧晨淵皺了皺眉，似乎很不爽被打擾，但還是拿起來接通了。因為離得近，我清楚地聽到了聽筒裡傳出來的聲音，那是一個嬌媚的能掐出水來的女聲。顧哥哥，聽說你醒了，人家擔心死你了，剛下飛機就過來看你了，我現在就在老宅樓下呢，你讓人家上去嗎？顧哥哥，我挑了挑眉，心想，喲，這剛把我也餵飽，就有外賣主動送上門了。沒過幾分鐘，那個嗲的讓人起雞皮疙瘩的聲音的主人就進來。蘇曼穿着一身剪裁大膽的小禮服，妝容精緻，一進門眼神就粘在顧晨淵身上，直接無視了床上的我，踩着高跟鞋就要往他身上貼。老板，你終於出現了，人家等得好苦啊。老板，我挑了挑眉，似笑非笑地看向顧晨淵。顧晨淵身子一側，不動聲色地避開了他的觸碰，神色淡淡地跟我解釋：蘇家的人和顧家老一輩有交情，以前
前在公司做过我的秘書。原来是想搞办公室戀情没搞成的世交妹妹。我懒得看这种郎无情妾有意的戏码，打了个哈欠，掀開被子就要起身，身上的襯衫本就寬大，隨着我的動作，領口滑落，露出一大片帶着曖昧痕跡的鎖骨和肩膀。那一瞬間，蘇曼的眼睛都要瞪出來了。顧晨淵反應極快，還沒等蘇曼看清楚，大手一揮，直接連人帶被子把我裹成了蠶寶寶，嚴嚴實實的栽回了床上，只露出一顆腦袋。他黑着臉，語氣瞬間冷了下來，帶着一股不容置疑的佔有欲。出去，誰讓你進臥室的？蘇曼被吼得一愣，眼圈瞬間紅了，咬着嘴唇一臉委屈。是老爺子讓我來的，顧爺爺說有急事，讓你馬上去書房一趟。顧晨淵皺了皺眉，回頭安撫地看了我一眼，幫我掖好被角，這才轉身大步離開。房門剛關上，房間裡的氣溫瞬間降到了冰點。蘇曼臉上的委屈一秒收起，取而代之的是猙獰的記恨。她踩着高跟鞋衝到床邊，趁我還沒反應過來，一把死死掐住了我的脖子。你這個不要臉的狐狸精，趁着老闆昏迷爬床，你以為你能上位？她的手勁不小，但我連眼皮都沒眨一下，甚至還懶洋洋地往枕頭上靠了靠，任由她掐着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諷的笑。我是狐狸精啊，怎麼了？不像某些人想當狐狸精還沒那個本事。蘇曼被我這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態度氣炸了，手上的力度加重，尖聲叫罵：我是顧家內定的孫媳婦，是他名正言順的訂婚對象，你算個什麼東西？不過是個見不得光的小三。訂婚對象，我心裡嗤笑一聲，這年頭怎麼誰都愛往自己臉上貼金。我伸手一把揮開他的手，揉了揉有些發紅的脖子，慢悠悠的抬眼瞧着他，眼神輕蔑的像在看一隻跳梁小丑。憑什麼後來者居上？我故意拉長了語調，眼波流轉，極盡挑釁。蘇曼一愣，還沒等他反應過來，我湊近他耳邊，輕飄飄的補了下一句刀子。因為前者不爭不搶，或者是前者根本就不入流啊！你！蘇曼氣得渾身發抖，指着我的鼻子半天說不出話來，最後跺了跺腳，轉身摔門而去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冷笑一聲，翻身繼續補覺。本以為這只是個沒腦子的插曲，可我沒想到，這女人比我想象的要有手段。第二天晚上，顧晨淵從公司回來，他一進門，我就像往常一樣迎上去想要個抱抱。可就在我靠近他懷裡的那一瞬間，我的動作僵住了。在他那清冽的冷松香裡，我聞到了一股極其刺鼻又極其熟悉的味道，那是蘇曼身上的香水味，濃烈的，仿佛在他懷裡醃入味了一樣。那股刺鼻的香水味直往我鼻子裡鑽，不用猜都知道是蘇曼那個女人的傑作。我的指尖在她胸口微微頓了一下，但心裡卻毫無波瀾。作為魅魔，我對精氣的感知比雷達還準。這味道雖然濃烈，但只浮在衣服表面，並沒有那種深入肌理的交融感。很顯然，這是對方刻意往上蹭的結果，而不是發生了什麼實質性的負距離接觸。顧晨淵卻誤解了我的沉默，他原本還在解領帶的手瞬間僵住，整個人肉眼可見的緊張起來，急促的跟我解釋：不是你想的那樣，蘇曼今天在公司發瘋，在電梯口非要往我身上撞，我推開他的時候蹭到的。看着他這副手足無措的樣子，我差點笑出聲。我挑了挑眉，沒說話，只是伸手摟住他勁瘦的腰，手指隔着襯衫，在他緊繃的肌肉上輕輕畫圈。我知道，我仰頭看着他，語氣篤定：你的精氣穩得很，一點沒泄，也沒沾上那股子騷氣，不像是在外面偷吃過的樣子。顧晨淵愣了一下，隨即我清楚地看見他眼底劃過一絲失落。這男人合着是巴不得我吃醋撒潑，好證明我在乎他，真是個悶騷。既然他想玩，那我就陪他玩點刺激的。我故意踮起腳尖，湊到他頸側，鼻尖貼着他的皮膚，深深嗅了一口，輕咬他的喉結。顧晨淵渾身猛地一顫，呼吸瞬間重了。不過沾了別人的味道，我不喜歡。我貼着他的耳廓，聲音軟得能滴出水來，得給你好好洗洗，把你醃入味才行。話音剛落，天旋地轉，顧晨淵反手扣住我的腰，一把將我按在玄關的牆壁上。他低下頭，滾燙的氣息噴灑在我的頸窩，聲音啞得不成樣子，帶着壓抑已久的渴望。好，他咬着我的耳垂，手掌開始不規矩地游走。寶寶想怎麼寫，我都聽你的。那晚的浴室清洗之後，我算是徹底賴上了顧晨淵。反正窗戶紙都捅破了，我也不裝了，打着貼身護理的旗號，對他實行了全方位的騷擾。早上要早安吻，出門要抱抱，晚上更是不放過任何接觸的機會。顧晨淵雖然嘴上說着我不矜持，身體卻很誠實。每次我湊過去，他都會自然地敞開懷抱，任由我像個貪吃的妖精一樣，源源不斷地從他身上汲取養分。這半個月下來，
效果堪稱整容。之前那個因為長期缺氧氣而臉色蠟黃，眼下烏青的倒霉樣徹底不見了。鏡子裡的我，皮膚細膩，白裡透紅，眼神亮得能勾人魂，整個人由內而外的散發着一股莹潤的光澤。這就是頂級純陽之氣的威力。半個月後，顧晨淵的身體徹底大好。顧家為了慶祝三爺回歸，特意辦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家宴。那天，顧晨淵一身深色高定西裝，寬肩窄腰，禁欲感拉滿。他非要給我挑了一件露背的紅色禮服，還要我挽着他的胳膊高調入場。當我們推開宴會廳大門的時候，原本喧鬧的大廳瞬間安靜了幾秒，無數道目光像探照燈一樣打過来。之前那些等着看我笑話，覺得我會守活寡受罪的親戚们，此刻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。幾個平時最勢利眼的姑嬸忍不住圍上來，上下打量着我，語氣裡滿是不可置信。喲，這是林平，怎麼跟換了個人似的？是啊，這氣色也太好了吧！上次見還病懨懨的，現在怎麼這麼漂亮，整個人都在發光啊！看來晨淵身體恢復的是真不錯，把媳婦也養得這麼好。我挽緊了顧晨淵的手臂，感受着他身上源源不斷的暖意，心裡暗笑，那是把你家三爺都快吸乾了，能不好嗎？顧晨淵側過頭看我，眼底噙着笑，當着所有人的面伸手幫我理了理耳邊的碎髮，手指有意無意地擦過我的耳垂，引起我一陣細微的顫栗。他聲音不大，卻剛好能讓周圍人聽見，語氣裡透着股赤裸裸的佔有欲。是我養得好，畢竟每天都在努力餵飽太太。這話一出，周圍的那些過來人瞬間懂了，臉紅的臉紅，乾笑的乾笑。我敏銳地感覺到，在宴會廳陰暗的角落裡，有兩道嫉恨的快要噴火的目光，正死死地盯着我。不用看都知道，是林明和那個剛被放出來的慫包顧明遠。我端着紅酒杯，漫不經心地掃了一眼角落。林明躲在陰影裡，那樣子簡直沒眼看。他臉色蠟黃，瘦得皮包骨頭，整個人乾癟的像個被吸乾了精氣的女鬼。顯然，顧明遠那個廢物根本供養不起他這隻魅魔。反觀我，身形飽滿，該有肉的地方有肉，皮膚在燈光下白裡透紅，莹潤的像塊上好的羊脂玉。這就是區別。他搶了個廢物爛泥，我睡了條真龍。顧明遠那個慫包就在林明旁邊，一感覺到顧晨淵的視線掃過去，嚇得脖子一縮，恨不得鑽進地縫裡，連個屁都不敢放，完全沒了之前那個不可一世的少爺樣。這時候我看見了不遠處的蘇木，他正站在兩家老爺子身邊，一臉乖巧的還在那裝明遠。顧老爺子表情淡淡的，手裡盤着核桃，看不出喜怒。蘇家那位當家人臉色卻陰沉的像鍋底。顧晨淵根本沒給我退縮的機會，當着全場賓客的面，當着所有等着看戲的人，扣緊了我的手，十指相扣，徑直走了過去。他的態度很硬，開門見山，根本不給這些老狐狸打太極的機會。既然之前的婚約已經退了，就不用再聊了。我不喜歡吃回頭草。空氣瞬間冷了幾度，周圍的竊竊私語聲都停了。蘇家老爺子和顧老爺子對視一眼，臉色都帶着幾分那種上位者特有的傲慢和猶疑。在他們眼裡，婚姻是資產重組，不是兒女情長。至於我這種女人，玩玩可以，登堂入室那是笑話。蘇家老爺子更是直接，也沒避着我，端着酒杯，眼神輕蔑地掃過我的臉，像是在看一件廉價的擺件，語氣裡滿是說教的高傲。陳淵啊，年輕人還是喜歡談情說愛，這很正常。但你得明白，殊不知這個世界就是利益交換。他頓了頓，甚至還大度地笑了笑，仿佛給了我天大的恩賜。我們蘇家也不是不講理的人，我們允許你一直養着這個出身貧寒的女人，在外面當個玩意兒養着都行，衣食住行，我們蘇家甚至可以出錢。但顧家和蘇家的婚約必須繼續，強強聯合才是正道。聽到蘇老頭那句施捨般的允許，顧晨淵眼底的溫度徹底降到了冰點。他冷笑一聲，那笑意沒達眼底，反而透着股讓人心驚的狂妄。他當着所有賓客的面，毫不留情的回懟：那就不需要什麼強強聯合，顧家沒有蘇家也能活，甚至活得更好。至於我太太，她是顧家的女主人，不是誰都能隨便評判的。說完，他拉着我轉身就走，留下身後臉色鐵青的兩個老頭
和一片死寂的宴會廳。這場家宴自然是不歡而散，但我沒想到蘇曼這個女人的臉皮比城牆還厚。幾天後的顧氏集团新品發布會，現場媒體雲集，閃光燈咔咔作響。就在顧晨淵準備發言時，蘇曼突然衝了出來。她穿着一件精致的禮服，也不管保安的阻攔，搶過話筒就對着鏡頭哭訴，演得那叫一個聲淚俱下。我和陈渊是青梅竹馬，两家早就有婚约，是这个狐狸精趁虚而入。记者们瞬间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，长枪短炮全部怼到了我们面前。我站在顧晨淵身邊，連眼皮都沒抬一下，依舊是一副看戲的淡然模樣。顧晨淵的臉色瞬間黑透，他沒有任何廢話，直接伸出手，眾目睽睽之下將我猛地往懷裡一帶，宣示主權的動作霸道之極。他冷眼掃過蘇曼，對着無數鏡頭，聲音沉穩有力，掷地有聲。我太太只有林平一人，蘇小姐所謂的婚約純屬造謠，今後再敢騷擾我太太，顧家絕不姑息。律師函我會親自送到蘇府。全場嘩然，沒等蘇曼反應過來，顧晨淵突然低下頭，當着所有媒體和直播鏡頭的面，一手扣住我的後腦勺，強勢又溫柔地吻了下來。這一吻直接封死了所有的流言蜚語，也把蘇曼最後的尊嚴踩得粉碎。蘇曼還要垂死掙扎，哆哆嗦嗦地掏出一份泛黃的信件，對着鏡頭歇斯底里。這是當年的信物婚約。這個時候，一直沒露面的顧老爺子冷着臉走了出來。薑還是老的辣，老爺子雖然之前猶豫，但此刻看清了顧晨淵護我的決心，當場就做了選擇。他一把搶過話筒，眼神犀利，對着蘇曼就是一頓輸出。那是幾十年前酒桌上的玩笑話，陳淵早就不認了。蘇家要是再拿這個爛借口糾纏，別怪顧家翻臉，斷了所有合作。這一巴掌打得太響，蘇曼手裡的信紙飄落在地，整個人僵在台上，徹底成了一個全城的笑話。蘇曼那個礙眼的家伙終於徹底滾蛋，連帶着蘇家都被顧氏拉進了黑名單。我以為終於能過2天安生日子，好好享受我的純陽自助餐，沒想到顧晨淵這男人病好了，毛病也跟着來了。他開始變得極其別扭，簡稱老陳促成精。我窩在沙發上刷短視頻，剛想給屏幕裡那個錄腹肌的男媽媽點個讚，手機一下就被抽走了。顧晨淵黑着臉，一本正經地把手機反扣在桌上，理由爛得離譜。輻射太大，對眼睛不好，看我。行，我看你，畢竟你那8塊腹肌確實比手機裡的香。後來回老宅吃飯，我剛跟顧家那個剛上大學、滿臉膠原蛋白的堂弟聊了2句天，誇了句弟弟長得真精神。下一秒，一座大山直接擋在了我們中間。顧晨淵冷颼颼地掃了堂弟一眼，直接下了逐客令。作業寫完了嗎？沒寫完回房去。堂弟嚇得連滾帶爬地跑了。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紅顏禍水。最離譜的是吃飯，是西廚，身高腿長。我看着廚師誇了一句，今天的廚師燉湯不錯，鮮得很。顧晨淵筷子一頓，冷哼一聲，那張禁欲的臉上寫滿了不爽，語氣酸得能掉牙。一般，還沒我做的好吃。我終於忍不住了，撲哧一聲笑出來，放下筷子湊過去，手指戳了戳他緊繃的臉頰，眼神戲謔。顧晨淵，你是不是在吃醋？連廚師的醋都吃？被我戳穿心思，這男人一向淡定的表情終於裂開了，那對最容易出賣他的耳朵尖瞬間紅透，跟煮熟的蝦子一樣。他別過頭，還要嘴硬，一把抓住我作亂的手按在心口，聲音悶悶的，卻帶着股霸道又不講理的佔有慾。沒有，我只是不想你看別人。到了晚上，這男人的佔有慾更是到了變態的地步。熄燈後，他像只大型犬一樣從身後抱住我，手臂勒得死緊，根本不肯撒手。黑暗裡，他的呼吸噴灑在我的後頸，聲音悶悶的，帶着一股蠻不講理的執拗。你只能依賴我，只能看我，你只能吃我的精氣。聽，這哪是情話，分明是護食。我心頭一軟，但還是忍不住壞心眼的想逗逗他。我轉過身，手指在他緊繃的胸肌上畫圈，語氣輕飄飄的。可別人也有精氣啊，萬一我想換換口味。話還沒說完，腰上的手臂瞬間收緊，累得我差點喘不過氣。顧晨淵低頭，一口咬在我的耳垂上，用了點力氣，帶着懲罰的意味，語氣狠厲。誰敢給你，我就廢了他，你是我的。我被他這股狠勁兒弄得渾身酥麻，只能乖乖求饒。我以為這也就是日常的情趣，沒想到這男人悶聲幹大事，竟然還編了個大招。第二天，顧晨淵神神秘秘地把我塞進車裡，直接拉到了城郊的一座花藝莊園。一下車，我都驚了，滿園子開得鋪天蓋地，全是我最喜歡的白玫瑰和香檳玫瑰。風一吹，那香味比最貴的香水還讓人上頭。我還沒反應過來，周圍的花叢後面突然竄出一堆人影，全
全是顧家的親友，還有幾個平時玩得好的朋友，一個個臉上都掛着姨母笑。顧晨淵就在這萬眾矚目之下，沒有任何預兆地單膝跪地。他從懷裡掏出一個絲絨盒子，裡面躺着一枚設計簡約卻極有質感的鑽戒。我眼尖一眼就看見戒指內側刻着一個小小的瓶子。他仰頭看着我，那雙平日裡殺伐果斷的眼睛，此刻竟然緊張的微微發顫。林平，我昏迷3年，是你把我從鬼门關拉回来的，我的命是你給的，人也是你的。他深吸一口氣，舉起戒指，字字句句砸在我心上。往後余生，我護你，寵你，絕不讓你受半點委屈。你願意嫁給我嗎？看着這個曾經不可一世的男人，此刻為了我低入塵埃，虔誠的像個信徒。我鼻頭一酸，眼淚不爭氣的掉了下來。我用力的點頭，根本說不出話。他如釋重負的笑了，起身把戒指套在我的无名指上，隨後一把攬過我的腰，在親友們的歡呼和起哄聲中，俯身吻住了我。熱鬧喧囂，正如我意。顧晨淵貼在我耳邊，熱氣要把我耳朵燙化了。他悄聲邀功，我打聽了，你這人愛熱鬧，所以我把親近的人都請來了，還給你備了場大的。話音剛落，漫天煙花在夜空炸開，絢爛的讓人想哭。他從身後緊緊抱住我，下巴抵在我肩窩，聲音溫柔又篤定。以後每年我都給你辦一次這麼熱鬧的儀式。就在我沉浸在這頗聽的富貴和愛意裡時，餘光卻猛地瞥見花叢角落裡閃過一道鬼鬼祟祟的人影。那張極恨到扭曲的臉是黎明，他竟然混進來了。借着煙火的光亮，我看清了那個躲在陰影裡的人，確實是林敏，但他現在的鬼樣子差點讓我認不出來。他瘦得皮包骨頭，臉頰深深凹陷，眼窩青黑，活像具行走的骷髏。那是魅魔長期吸食不到精氣，反而被反噬的典型症狀。他在餓死邊緣了，而在他身後的樹影裡，我還看見了那個畏畏縮縮的顧明遠。借着燈光，我一眼就看見顧明遠露在外面的脖子上長了一片片惡心的紅色癬塊，我心裡一陣反胃，瞬間明白這是怎麼回事。顧明遠這爛人私生活混亂，早就染了一身髒病。林明不僅要忍受飢餓，還要被迫和一個移動病毒庫綁定，真是惡人自有惡人磨。看着我被鮮花和愛意包圍，林明眼底的嫉妒徹底燒斷了他的理智，他面容扭曲，像個瘋婆子一樣尖叫着衝了出来，似乎想撕碎我身上這件高定的禮服，毀掉這場完美的求婚。憑什麼？林平，你憑什麼？可惜他連我的衣角都沒碰到。顧晨淵連頭都沒回，只是手掌護住我的後腦勺，把我往懷裡按了按。旁邊的保鏢反應極快，像拎小雞一樣把林明當場架住，不顧他的掙扎和谩罵，直接捂住嘴拖了出去。一場鬧劇在我的幸福面前，甚至連個水花都沒激起，只顯得他更加狼狽不堪。求婚結束後，緊接着就是拍婚紗照。我這人俗不喜歡那種高冷的极簡風，特意選了個名為熱鬧溫馨的套餐，主打一個人間煙火氣。顧晨淵當時拿着選片冊子，眉頭都沒皺一下，只說了一句都聽你的。我以為這就夠了，沒想到這男人在執行力上永遠超標。拍攝當天傍晚，夕陽正好，他牽着我的手走到一片開闊的草坪上，無數粉色和白色的花瓣雨從天而降，紛紛揚揚，像是一場盛大的夢境，瞬間將我們包圍。我又驚又喜，伸手接住一片花瓣，轉頭看向他。顧晨淵從身後輕輕摟住我的腰，下巴抵在我的肩窩處。在那漫天花瓣雨下，攝影師剛喊完看鏡頭，顧晨淵這男人就不老實了。他借着調整姿勢的功夫，整個人貼在我後背上，滾燙的胸膛透過薄薄的婚紗蕾絲，燙得我心慌。他故意低下頭，嘴唇若有若無地擦過我的耳廓，聲音啞帶着鈎子：“老婆，你穿婚紗的樣子好美。”沒等我害羞，他突然扣住我的後腦勺，在閃光燈和所有人面前狠狠吻住了我。這個吻霸道又綿長，我被他吻得七荤八素，腳都軟了，只能掛在他身上。等分開時，我臉紅得像熟透的蝦子，這男人卻意猶未盡地舔了舔嘴唇，笑得像只剛偷腥成功的貓，眼角眉梢全是得逞的騷氣。然而總有蒼蠅喜歡在人高興的時候嗡嗡叫。那個被趕走的蘇曼顯然是破罐子破摔了，他在網上瘋狂買水軍造謠，發了一篇聲淚俱下的長文，指控我趁顧總不能動的時候用卑鄙手段勾引植物人，甚至還暗示我用了什麼見不得人的邪術干預故事決策，把我說成了妲己在世。輿論一度沸騰，很多人開始跟風罵我不要臉。我還沒什麼反應，顧晨淵卻比我先炸了。他根本沒給留言發酵的機會，
直接以顧氏集團的名義召開了最高規格的新聞發布會。發布會上，顧晨淵一身黑色西裝，氣場冷得像塊冰。他二話不說，直接讓人在大屏幕上放出了蘇曼造謠的完整证據鏈，还有那段他私下找我麻煩，像個潑婦一樣辱罵我的錄音。全場嘩然，蘇曼那副名媛假面具被撕得粉碎。顧晨淵面对無數鏡頭，眼神銳利如刀，字字句句維護到了極點。所謂的邪術，純屬無稽之談。我能醒來是醫學奇蹟，也是愛的奇蹟。至於公司決策，我太太從未干預過，她只負責被我寵着。說到這，他頓了頓，語氣突然溫柔了下來，卻帶着不容置疑的堅定。林平是我这輩子最真實的人，動他就是動顧氏的根基。這場發布會直接把蘇曼錘進了地心，他不僅名聲徹底臭了，連帶着蘇家也遭到了顧家雷霆般的商業打壓。短短3天，蘇氏集團股價腰斬，資金鏈斷裂，離破產清算只差1步。蘇家破產那天，顧晨淵辦了個泳池派對，讓我認識認識人。不得不說，這泳池派對辦得深得我心。放眼望去，滿池子都是行走的荷爾蒙。雖然都沒有顧晨淵極品，但那一個個年輕氣盛的小帥哥，寬肩窄腰的，看得我這雙魅魔的眼睛應接不暇，嘴角都要咧到耳後根了。正當我看得津津有味時，眼前突然一黑。顧晨淵那寬闊的後背直接擋住了我的視線，他黑着臉像防賊一樣把我拽到身後，對着幾個想過來教我游泳的年輕教練冷冷開口：不用劳煩各位，我太太的游泳我來教。那語氣酸得簡直能把泳池的水都变成醋。接下來的整場派对，這男人簡直就是成了我的人形掛件，不管我去拿飲料還是去潛水去泡着，他都寸步不離地黏着我，渾身散發着生人勿近的冷氣，把方圓5米內的雄性生物全都嚇跑了。好不容易熬到派对結束，剛回到房間，我還沒來得及換衣服，就被他一把推進了浴室。咔嗒一聲，門被反鎖。顧晨淵把我抵在洗手台上，兩人身上都還濕漉漉的。狹小的空間裡瞬間充滿了曖昧的水汽。他雙手撐在我身側，將我圈進在他的領地裡，眼神燙得嚇人，聲音低沉又危險。你今天看別人的眼神，我不喜歡。看着他這副斤斤計較的樣子，我心裡好笑，忍不住想在他雷區上蹦迪。我伸手勾住他濕淋淋的脖子，壞笑着逗他：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嘛。再說了，看帥哥養眼啊，多看2眼又不會少塊肉。話音剛落，懲罰就來了。他眸色一沉，低頭狠狠吻住了我。這一次他沒有什麼耐心，力道又狠又急，舌尖蠻橫地掃蕩着，帶着一股要把我拆吃入腹的狠勁，直到吻得我喘不過氣，身子軟得像灘水，他才稍微鬆開我。他抵着我的額頭，手指摩挲着我被吻紅的嘴唇，霸道地宣布：不行，只能看我。他那處方型小片，我打掉他的手，有些嗔怒地看他，怎麼還不讓人吃飯啊？我都準備好了。也就是那一瞬間的停頓，顧晨淵突然愣了一下，動作停在了半空。他垂下眼眸，長睫毛顫了顫，掩住了眼底的玉色，聲音有點啞，竟然帶着一絲少見的猶豫和心疼。還是別了，我怕你疼。我知道他在說什麼。這段時間我們總是沒什麼措施，瘋狂的有點過火。他雖然想要，但又擔心真懷上了，生孩子那道鬼門關我會遭罪，真是個傻子。疼什麼疼？我只怕吃不飽。我根本沒給他繼續糾結的機會，直接湊上去，狠狠吻住了他的嘴唇，把那些掃興的廢話全堵了回去。趁他發愣的空檔，我一把推着他的肩膀，直接把他按倒在身後的真皮沙發上。我翻身跨坐在他的腰上，居高臨下的看着他，身下的腹肌硬邦邦的，硌得我心癢。那雙深邃的眼睛裡此刻全是我。我勾起嘴角，故意擺出一副傲嬌的樣，手指順着他的喉結一路往下滑，還想讓我還你的崽。我湊近他的耳邊，挑釁地吹了口氣：那你就努點力吧，顧總，這點程度可不夠。其實我心裡清楚得很，我們魅魔一族體質特殊，想懷孕比登天還難，但這不妨礙我用這個借口讓他徹底失控，好好榨乾他這身純陽之氣。那一夜，顧家的沙發都快被我們折騰散架了。我們敲定的婚期是在半年後，相比于林明那個倉促的像趕集的訂婚，顧晨淵給了我十足的底氣和排面。前2天我在街角掃到了林明一眼，他現在哪還有半點人樣，眼窩深陷，形容枯槁，
身上那股子餿味隔着馬路都能聞到。我知道他那是夜不歸宿去打獵了，上輩子他寧願餓死還要點臉面，這輩子為了活命已經徹底淪落到去夜店隨便找男人續命的地步，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而我這邊只是隨口提了一句想要熱鬧又有儀式感。顧晨淵這男人恨不得把天都掀翻，他親自組建了專屬策劃團队，大半夜跑去近郊選花田，就為了確保婚禮當天用的每一朵花都是帶着露珠的，連親友名單都親自一個個核對，生怕漏了我哪個小學同學。最離譜的是，他居然找人定制了專屬主題曲，還偷偷躲在書房錄了個自己唱的版本。有次我隨口說了一句想讓婚禮蛋糕上有我們的小雕像，他们跟蛋糕師磨3天，連雕像笑起来的弧度都要1比1還原。我看他忙得腳不沾地，心疼地靠在他懷裡，不用这麼麻煩，差不多就行了。他卻低頭吻了吻我的額頭，眼神認真的要命。不行，你的婚禮必須完美。到了晚上，氣氛正好，他像往常一樣湊過來想要收利息。就在他的手剛碰到我腰的那一刻，我心裡突然咯噔一下，一股奇異的電流瞬間竄過小腹，帶着一種從未有過的悸動。別碰！我猛地推開他，驚恐地捂住自己的肚子，那種感覺太不對勁了，像是血脈裡多了個什麼東西。我顫抖着手，一把掀開自己的睡衣，只見原本白皙平坦的小腹上，竟然浮現出了一圈妖異繁複的淺紫色花紋，那是魅魔一族特有的韻紋。我操！我壞了！那個比登天還難的概率，竟然砸我頭上了。我茫然地抬頭看他，腦子裡一片漿糊。顧晨淵也看到了那個紋路，他整個人僵在原地，瞳孔劇烈收縮，像是受到了巨大的衝擊。這一向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男人，此刻竟然渾身都在發抖。他沒有狂喜，反而是滿眼的恐懼。他顫抖着手，小心翼翼地一把抱住我，力道大的像是怕我消失，聲音都在哆嗦。清平，我怕你會出事。看着他這副嚇破膽的樣子，我無奈地笑了。明明是我懷了，還得我來安撫他。過了好久，他才終於緩過勁來。他死死吻住我，把臉埋在我的頸窩，溫熱的液體打濕了我的皮膚，聲音啞得不成樣子。我愛你，平平，感謝你帶來的一切。我拍拍他的後背，我輕輕道：我同樣。